头梳千片，鬓小一半。《黄帝内经》记载，一日三蔽，发须浓密，意思就是说每天多次梳头，头发胡须就会长得浓密。而现代人大多数人不但头发不浓密，掉头发的人却非常多。其实头发掉得多是身体在呼救。今天教大家一个梳头的方法。头发掉得太多的人，或者头发早早变了颜色的人，跟着练非常好。大家可以准备一对这样的梳子，我这一对是真正的绿檀梳子，它有一股非常浓郁的香味。大家梳头也不要乱梳，顺着经络跟着节奏梳，才会事半功倍。首先第一步是梳头部中间的督脉，我们用梳子从前往后脑勺梳，一定要梳均匀了，从前往后连续梳100下，然后再梳中线两侧的膀胱经，这个时候就要用到2把梳子了。我现在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檀木自然芳香，非常好闻。如果你本身就是睡不好，或者是经常头脑晕乎乎的，用它梳完头之后，把梳子放在自己的床头，淡淡的绿檀芳香非常有助于你的入睡。从前往后梳到后脑勺，均匀的梳。梳头的时候用力要均匀适当，不要太用力，以免弄伤头皮。最后我们再梳靠近耳朵两侧的胆经，用2个梳子从前往后梳到后脑勺，也是梳100下。如果你开始发现自己的头发越来越少，掉得越来越多了，那不妨坚持梳头一段时间。梳头就是给我们的头皮松松土，梳着梳着，你乌黑茂密的头发就会回来的。早操胆经，身体好；晚推肝经，睡眠好。现在春天了，不管男女都要来疏通身上的这肝胆经。疏通的顺序很重要，大家千万不要把顺序搞反了。早上起来先疏通胆经，我教大家用经络拍来疏通。我们从臀部的至边穴往膝盖方向拍打，就这样来来回回的拍打，每次拍打5分钟，最好能操到自己感受到这条路线上有微微发热的感觉，左右都要操打。这个拍子拍起来很舒服，很有弹性。操完一边再操另外一边，我们边敲打边感受，在胆经的路线上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疼痛的地方，或者有颗粒感，这是经络堵塞严重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去疏通它，侧重多拍几下。拍打的时间最好是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早上7、8点的时候拍打。操胆经有很多神奇之处，比如你坚持操，可能身体很多不明原因的问题慢慢就没有了。另外，胆经是一条帮助生发的经络，春天主生发，我们身体的阳气在春天生发起来，所以春天一定要多疏通胆经，帮助身体阳气生发。另外，春天我们要养肝，疏通胆经对肝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，因为肝和胆是相交的。春天新的一年开始，身上长了很多肉肉的，也要多疏通胆经，帮助消除身体的脂肪。操完胆经，大家记住，晚上还要疏通肝经，最好是晚上睡前1到2小时的时候进行。肝经的路线刚好和胆经是相反的，一个在外，一个在内。肝经在大腿内侧偏中间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用掌根来推，从腹股沟往膝盖方向推。两腿的肝经都要推5到10分钟。我建议大家还是用拍子来拍更舒服。
这个拍子采用的是优质的棉花手工做成的，如果是普通的棉花做出来的手感很差。我们采用的是优质的棉花，就是做棉签的那种棉花，做出来的手感很好，再加上超记忆钢丝的结构，非常有弹性，拍时疏通干净。第一是直接作用于肝，第二是对改善失眠非常有帮助。春天了，新的一年大家坚持疏通，可能一些小问题慢慢就没有了。女子以肝为先天，一定要多做这2个动作。平时容易生气、发脾气的人做这2个动作也很合适。熬夜的人也应该坚持多疏通疏通。春天是适合养肝的季节，生活中有2大行为是最伤肝的：一、久视，比如长期看书、长期刷手机等等，都是久视的行为，对肝的伤害很大。第二就是熬夜，建议大家春天这段时间都早点睡，晚上9到11点这段时间段就要睡觉了。春天除了多疏通肝胆经，建议大家也要多注意以上2点。大家好，冬天一到，皮肤的问题就多起来，比如脚后跟干裂、小腿干痒、鱼鳞腿等等。首先我们来说说脚后跟开裂这个问题。为什么脚后跟会开裂呢？原因是寒邪入侵脚后跟，导致膀胱经精气堵住了，下不去，然后上面的渗水下不来，这样脚后跟的水分就少了，遇到寒冷的时候自然就容易开裂。脚后跟开裂可以用白醋泡脚这个方法，晚上泡脚的时候倒入150毫升的食用白醋，水位要没过脚踝，泡10分钟左右，泡完后自然风干。除了白醋泡脚外，还可以拍打身上一处，引血下行，滋润双脚，预防脚后跟开裂。这个地方就是膀胱经的小腿部分，就是这一段。方法特别简单，我们手握空心拳，从腘窝处开始拍打，一直拍打到脚后跟上方就行，从上往下拍，每次拍打100下左右。睡前拍1次，起床后又拍1次，2条腿都要拍。如果你觉得拍起来很累，也可以用这个拍子来代替拍，这样既能解放双手，拍打起来还更加舒服，效果更加好。接着我们来说说小腿干痒这个问题。小腿干痒皆因寒气把经络凝滞了，气血运行没有那么顺畅，不能很好的滋润到小腿上的皮肤。我们人体自带了一个止痒三角区，当小腿干痒的时候，我们不妨求助于它。这个三角区就是由血海、曲泉、百虫窝这3个穴位组成的。这里是血海、百虫窝、曲泉，就是这个三角区。我们可以用这个扁灸罐对着整个三角区施灸，我们这样一盖住，刚刚好覆盖到整个三角区，感觉温暖舒适即可。左右脚的三角区各灸15分钟，灸到三角区有微微的潮红就行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进入主页这里，点头像下面就有进入的窗口，一点进来就能看到了。最后我们来说说鱼鳞腿。很多人冬天皮肤比较干燥，抓一下就会飘雪花，像鱼鳞一样。对付鱼鳞腿，我们需要给皮肤补补水，可以通过艾灸丰隆穴来给皮肤补补水。丰隆穴在小腿外侧，外踝尖直上8寸，4横指3寸，再连一个4横指6寸，再连一个3横指8寸，距离胫骨前缘2横指，这里就是找到穴位，我们用扁灸罐对准穴位做温和灸，艾灸15分钟就行。左右腿的丰隆穴都要灸。
好，平时我们也可以喝一点润燥粥来给气血润一下燥，顺便给皮肤补足够的水分，让我们全身肌肤舒舒服服的过冬。这款润燥粥材料非常简单：红枣、山药、枸杞、百合、花生仁、核桃仁，每样取5到10克，清水洗净后浸泡30分钟，然后放在一起煮粥喝即可。好，腿是女人的第2张脸，让我们把腿养得漂漂亮亮的，每天都会有个好心情。睡眠质量不好对身体的影响很大，如果我们的睡眠出现了问题，其实是从侧面反馈出身体的异常，要及时调养。有些人总在凌晨3、4点醒，一般暗示身体有4大问题。一、肺部的问题。我们的身体劳累了一天，夜晚是身体各个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时间，肺是晚上3点到5点的时候进行自我修复。如果你总在这个时间段自动醒来，可能就是肺出现了异常。2、脾胃的问题。脾不和则卧不安，脾胃不好或者吃得过饱会影响睡眠。3、神经的问题。现代人压力大，长期生活工作压力大，神经容易衰弱，影响了睡眠质量，就会经常半夜3到4点醒来，难以入睡。4、抑郁症问题。失眠和早醒导致睡不好，容易引起心情烦躁、心情郁闷，要引起重视。如果总在3点到4点早醒，首先要疏通一条经络，就是肺经。下面我教大家疏通肺经。肺经在我们的手臂外侧前缘，我们用空心拳从这里云门中府的位置向手掌方向拍打，力度适中就可以了。沿着肺经的路线有节奏的敲打，左右手的肺经各敲打5到10分钟。除了疏通肺经，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多梳头。睡前梳头有利于血脉通畅，可改善睡眠，提高睡眠质量。在一天的紧张工作之后，梳一梳头部，可使神经松弛，消除疲劳，有助于睡眠。我们用这个梳子来梳，用它的好处就是这个梳齿圆润宽大，能轻松穿过头发，不会伤害到你的头皮毛囊，还能够紧密的贴合头皮，更容易把经络上的瘀滞点疏通开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进入主页这里，点头像上面就有进入的窗口，一点进来就能看到了。梳头的方法，我们先梳中间，中间有督脉和膀胱经，从前往后梳到后脑勺，这样一下一下的梳，疏通5分钟。然后我们再用2个梳子梳两侧，两侧有胆经，也是从前往后梳到后脑勺，反复的梳5分钟，梳到头皮微微发热就好。好，梳完头，我们还要点按一下耳朵后面的安眠穴。安眠穴是耳垂后凹陷与枕骨下凹陷连线的终点，就是翳风穴与风池穴连线的终点，就是这里。找到穴位，我们也是用梳子来点按，用梳子最大的这个圆齿来按，稍稍用力，以感觉有酸痛为宜。可以用2把梳子同时点按左右的安眠穴，每次点按5分钟。睡眠不好的朋友，晚上坚持泡脚非常好，水最好泡到小腿一半以上，泡到身体微微出汗最好。良好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前提，总是凌晨3、4点早醒的朋友，
坚持按照上面的方法做，改善早醒非常有帮助。